大家好，宠粉的仪态又来了。明星的英文水平一直以来都是容易招黑或吸粉的点，有的明星因为在综艺、广告或采访中几句地道口语，轻轻松松路转粉，也有的明星因为发音问题被喷得体无完肤。今天仪态就带大家扒一扒娱乐圈中明星的真实英文水平，看看谁靠才华实力强劲，谁又因为发音拖了后腿吧。当年一句 We are family让邓超的英语迅速火出圈。第一季奔跑中，邓超接受英语面试，可是邓氏英语全程尴尬，脑海中不停地寻找会的英语单词，一个一个拼凑出来的。I'm sorry, Chinese massage, maybe American. 看得出来，超哥这是用尽了毕生所学的词汇量，用生命在搞笑。和邓超相比，颜值与才华并存的胡歌可以说是降维打击。他在拍摄《猎场》中飙英文应聘的片段，口语非常流利。Today, banks provide financial products. 而此前他在某电视剧研讨会上，以一口流利的英文道出获奖感言，惊艳四座，各路粉丝纷纷表示被帅哭。I hope everyone here can also remove all obstacles. 韩雪的英语也很棒，之前她有一段15分钟的英语演讲视频在网络上爆红。Fast, let me share a piece of music with you. 整个演讲过程完全脱稿，声情并茂，口语地道，语法流利，发音标准，气场爆棚。到了综艺节目身临其境，她为海绵宝宝的配音片段也超惊艳。I don't wanna kiss all my boo boo。不但全程在大哭、抽泣、呜咽等模式间不停地切换，一直呼气吸气，还一人分饰声线情感都不同的2个角色，全英文演绎，真的太厉害了。这段配音在1天内观看超过1亿次，无数网友瞬间路转粉。同样在身临其境大放异彩的还有张含韵，一场后妈茶话会的配音片段中，张含韵颠覆以往形象，一人分饰多角，全程一口流利的英语表达，并且在英文演唱和配音之间转换自如。这样标准的英语表达和地道的英语发音简直燃爆全场，连沈梦辰都说认识了一个全新的张含韵。除了配音，在浪姐初舞台中，张含韵一首 Wonderful You 钢琴演唱更是展现了非凡的英语实力。她还为 BBC 纪录片、外国电影配过音。在《天天向上》的英文圣诞之夜特别节目中，张含韵游学英国，到牛津演讲，给王涵等人全程当翻译，一口流利英语更是令人大赞。Does anybody tell you you're so handsome? 热巴在身临其境第2季中的表现也十分亮眼，她的任务是为《冰雪奇缘》中的安娜配音，重现和姐姐艾莎在房间里扔雪球的经典片段。节目过程中，热巴完全脱离了剧本，只凭借记忆就流利地讲出了剧中的台词，加上要配音下滑下床、被雪打中的反应，简直和安娜这个角色融为了一体。他的英文配音不仅得到了全场的欢呼和评委的高度赞扬，最终更是凭借高票夺得这期的冠军。除了在身临其境中配音外，热巴还在另一档综艺《漫游全世界》中展现过自己真实的口语能力。This donut sugary? Oh no, sugary.整个对话过程非常自然，没有任何怯场。倪妮的英文也很棒，她的英文发音堪称是娱乐圈中女性的典范代表。她在《金陵13钗》中脱颖而出，跟自己一口流利的英文密不可分。 Think about it. If you help us, I will thank you in ways you can never imagine. 金球奖前的一口流利英文，再加上倪妮美丽的嗓音，真是好听哭了，有没有？ Even though you were a drunken bastard last night.What you did today makes you a hero. 英语这么好，又会南京话，玉墨不找他演，找谁演？说到英语好的女明星，汤唯也算一个。2014年12月，她出演的影片《晚秋》在韩国上映，汤唯受邀参加韩国青龙电影节颁奖典礼。作为最受欢迎电影奖颁奖嘉宾的她，在现场大秀英文，迷倒众生。Since I'm still learning Korean, so I want to speak English. Thank you. 而在电影《晚秋》里，因为故事发生在西雅图，她还把口音改成美国腔。Do you know Seattle well? Of course. 英语水平出神入化，因为英语和粤语都好，汤唯一直被盛赞语言天赋好。俞飞鸿在2016年的热播电视剧《东方战场》里饰演宋美龄，她在剧中的英文对白发音称不上完美，但也足够让人惊艳。You might think
How much money you make is important to a daughter. 娜扎就有点坎坷了。2019年，她受邀参加韩国某大型颁奖典礼，当天在台上为明星颁奖，照着读，还一个单词儿一个单词的往外蹦，语句相当不流畅。这样的塑料土味英语引来了许多网友的群嘲。Dance performance solo， 冲哈！当晚，娜扎本人发文回应：第一次来现场真的太热烈了，舞台上什么都听不见，原来我嗓门这么大吗？随后有人指出，娜扎奇怪的口音是因为耳返的原因，在等翻译的同期声，再加上现场嘈杂，为了保证获奖者听得清楚，才闹出了这种笑话。不过和娜扎一样，因为英语口音闹笑话的娱乐圈不在少数，黄晓明就算一个。遥想11年前，当时的顶流黄晓明声情并茂演唱了奥运推荐曲 One World One Dream， 因一句 Not at all 与 Not at all 发音高度相似，被网友整整嘲笑了11年。Not at all 给网友的是无数表情包和口水的欢乐，带给黄晓明的却是对自尊深深的伤害。为了雪耻，黄晓明把自己逼成了中年男星死磕英语的励志典型，不仅以4万月薪聘请外教同吃同住，无时无刻不英语交流，还苦学2年接下中国合伙人，用大段英语演讲自证逆袭。 For your information, I was only considered mediocre among my peers. 俗话说，受到的打击越大，学习的动力就越强。闹太套大概会是黄晓明心中永远的痛。11年过去了，黄晓明在接受另一场采访时特意提到这个万年耻辱。你感觉被狗都在唾弃的那种。到了中餐厅3，黄晓明的英语水平让人不得不服。接待陶尔米纳市长一家的时候，小明哥负责汇报餐厅业绩，全程英语对答如流，整个以明星英语中的扛把子。Okay, first I have a gift for you guys. 和金海璐后厨闲聊的时候，不忘强调学英语要从孩子抓起的重要性，一句就不用被别人笑话那么久了，足以见黄晓明这11年的委屈和心酸。和黄晓明一样，从英文丑小鸭蜕变成英文白天鹅的还有周冬雨。在一次采访中，周冬雨表示：“我是个学渣，高考英语只有26分。”在某电影节上，面对台下众多的外宾，英文不好的他全程使用全中文致辞，最后加了一句简单的英文结尾，说的也是磕磕绊绊。为了提高英文水平，周冬雨给自己请了外教，甚至连进组拍戏和出去旅游都带着口语老师，抓紧一切机会学。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全程英文对话，一口流利的英语惊艳众人，采访视频也登上了各大媒体的热搜榜单。 I think in every society, 参加某综艺节目体验射击，和外教沟通毫无障碍，英语发音十分流利正宗，还受到了外教的称赞。 And then a director's assistant find me and 章子怡还没有成为国际章的时候，23岁去美国参加艺伎回忆录试镜时，不会英语的她完全懵了。别人跟她讲戏沟通的时候，她只会不停点头 yes yes， 其实压根儿没听懂。自尊心超强的章子怡后来专门请外教，还跑到纽约近郊大学去进修。拍戏之余，每天一定留足2个小时的时间学习，一有空就抓着外国人练口语，外籍男友也换了不少。现在他的英文水平已经可以碾压不少圈里人了。 He wanted us to train as if we were martial arts students, not just pretend we know martial arts. 拼命3年李冰冰37岁才开始学英语，在事业如日中天，忙得连睡觉都奢侈的年纪起步，是因为接到《功夫之王》剧本时，因为英语水平低，完全看不懂，伤自尊伤大发了。人活着就是为了争一口气，起步晚底子差的李冰冰学英语程度堪称玩命，高薪聘请外教，跑国外待1年多，随时随地不忘背单词，教科书标注的密密麻麻，厕所里贴着到处的单词便利贴。也正是因为这份努力，他才能自信洋溢，站在联合国气候大会做全英文演讲。 This climate summit will be about action and solutions. 赵丽颖在拍摄迪奥宣传片的时候，也因为一口土味英语被炒上热搜，一句 And you? What would you do for love? 被网友翻译成 Would you do for love？ 辛苦拼演技，一招输在英语上。以赵丽颖的性格，大概会偷偷发奋学英语吧。关晓彤在电视剧《好先生》里演了一个华裔小女孩，里面的英语配音都是她自己录制的。 Okay, fine. We are miserable, and everyone else is happy, you know. 这段英文已经比较有地道美音的感觉了，而她作为青年代表之一，在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发表的全英文演讲也落落大方。Being a girl and HIV positive does not mean to be a devil sentence any longer.
杨颖的英文水平也不差。综艺节目中与邓超一起进行英文演讲，呼吁关注孩子成长。This program uses sports to help young people develop life skills. 在联合国被要求唱歌充满母爱的一首英文歌《小星星》，声线温柔温暖。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肖战参加《冬梦之约》时，在节目的最后也演唱了一首英文歌曲。这首歌还被输出到了海外。琼哈事后还得出来为自己澄清，真是太搞笑了。实际上，明星们平时的英语实力在闪光灯下时常出现，只不过那扎这回真的有点悬。据他所说，当时在舞台上根本就听不清任何声音，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被各路粉丝们调侃了好一阵子呢。想象一下，让那些英语不咋样的明星在大庭广众之下用英语发言，那种感觉简直就像是受到了酷刑般的煎熬啊！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各位明星们的英语水平怎么样。景甜，当时电影《长城》剧组亮相2016年纽约动漫展，导演张艺谋携手主演马特·达蒙，景甜与王俊凯闪耀登场。景甜的优雅仪态和流利英文让观众纷纷为之倾倒，一口流利英语尽显国际风范。活动现场，景甜用流利的英语应对各种提问，引来掌声无数。谈及角色，她表示饰演女将军的经历十分过瘾，更呼吁媒体和社会给予女性更多平等机会和领导地位。她还兴奋地表示，观众将在影片中感受到满满的女孩力量。马特·达蒙也盛赞景甜的角色非常 badass， 而且景甜在记者会现场大爆自己马特·达蒙的狂热迷妹身份，正值主演马特·达蒙生日之际，他大方献上祝福，现场气氛热烈。当被问到对长城故事情节最期待之处时，他毫不掩饰地表示自己是达蒙铁粉，最想和偶像同台飙戏。发布会结束后，景甜还接受了 Joe Blow 在内的众多外国媒体采访，一口流利且自信十足的英语让人大为惊叹。网友们纷纷点赞其语言天赋和知性魅力。当时媒体朋友们好奇地询问景甜为了这部电影的英文表演做了哪些精心准备。面对提问，景甜毫不掩饰地告诉大家，我在洛杉矶整整封闭训练了半年，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背诵台词，即使是洗澡时也不会放松一刻。然而对我而言，这仅仅是迈出的第一步，真正千锤百炼的还是如何在英文语境下准确地传达角色的复杂情绪。我特意聘请了专业的英文导师，在日常生活中的闲暇时刻都会帮助我纠正发音和文法错误。景甜深知机会总是青睐有备而来的人，因此她将继续全力以赴地提升自己的英文水平。这次的英文对白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因为景甜并未有过海外留学的经历，她所掌握的英文知识都是从9年义务教育中积累起来的。当她初次接触到全英文剧本时，内心充满了困惑与不安。然而她明白，最重要的不仅仅是流利的口语表达，更需要用英文将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情感表达才是重中之重。这无疑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正因如此，当他前往美国后，导演和制片人们不断鼓励他留在这里，多待一天就是一份收获。他们为他安排了顶级的表演和台词教师。在洛杉矶的培训过程中，景甜仿佛重新回到了电影学院的1年级，那种感觉如同新生。许多网友纷纷留言感叹，景甜的英语口语实在太棒了，完全出乎意料，我也要向她学习。她的发音标准，语速流畅，更令人惊叹的是她的听力竟然如此出色，现场应变能力也相当强悍。景甜的表现实在太精彩了，关键在于她的口语流利自如，自信满满，毫无拘谨之感。语法什么的其实并不重要，无论她的口语如何，她始终能够驾驭语言，让语言成为展现自我的工具，而非束缚。我并非有意挑刺，但我必须承认，景甜的口语虽然有些许中式口音，但却十分悦耳动听。这种发布会和采访的即兴发挥，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刻苦磨练和充分准备是无法做到的，可见他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之前被吐槽英语烂的景甜，肯定私下找了英文老师恶补口语，现在这么流畅也是很让人佩服的。韩雪虽然经常被拉出来吐槽，但是说实话，讲英文还是她本人的舒适区的。当韩雪在演讲舞台上用流利的英语谈笑风生，口语水平和演讲技巧都展现得淋漓尽致，更是体现出满满的国际范儿时，许多网友纷纷惊呼，原来韩雪竟然是演艺圈里的隐形学霸。其实韩雪的学霸气质早已不是新鲜事，她自幼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更在高考中力拔头筹，取得了500多分的优异成绩，并以当年文化课成绩第1名的身份被上海戏剧学院录取，从此踏上了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演艺道路。尽管演戏成为了他的主业，但他从未放弃过对其他领域的热爱，发行音乐专辑，投身公益事业，参加真人秀节目，甚至担任制片人。每一次的尝试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韩雪。
这次他应泰 X 苏搜之邀，分享了自己对于困难与勇气之间深邃哲理的独特见解，更是展示出了他深厚的知识底蕴，令人敬佩不已。当时他就以一个震撼人心的15分钟英文演讲视频蹿红网络。韩雪也说他自小对英语充满热爱，然而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后，繁重的演艺工作让他几乎忘却了英语。后来他决定重拾英语，于是他聘请了一位专业英语教师，通过电话、语音、微信等方式进行学习。这2年来，他每天都会抽出2至4小时学习英语，终于将曾经遗忘的知识找回。杨幂，当时杨幂参加电影首映的活动，有说英语的环节，但没想到她的搭档郭京飞竟然将锅甩给了身旁的杨幂，直言英文的那段对白得由英文超棒的杨幂老师来挑战，她的英语口语真的超级赞。眼见杨幂被突然点名，脸色瞬间变得有些尴尬，只能强颜欢笑，内心却早已翻江倒海。话音刚落，郭京飞立马毫不犹豫地将话筒递到了杨幂手中，示意她向在场的观众们打声招呼。面对如此突如其来的要求，杨幂显得有些措手不及，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最后她只好硬着头皮凑到话筒前，轻轻地说了句嗨，虽然简短，但这确实也是英文的问候语呢。从视频中可以看出，杨幂当天的精神状态似乎并不太好，据说她是因为生病而感到不适，一直在不停地咳嗽。郭京飞原本想要让她往前站一些，但杨幂却婉拒了这个提议。其他嘉宾都在认真聆听翻译的讲解，然而杨幂却独自一人躲在后方，显然有些心神不定。实际上，杨幂深知自己的英语水平并非十分出色。早前在接受采访时，她曾透露与女儿小糯米交谈时，小糯米已经能够流利地使用英文，这让身为母亲的她倍感压力，必须要加紧提升自己的英语能力，否则等到女儿5岁时，恐怕母女2人都难以顺畅沟通了。赵丽颖的英文水平可以说一直在被网友诟病，但是对于赵丽颖来说，她从小比较穷，也没接受过什么系统的学习，那个时候还是生活吃饭更重要一点吧，哪有闲钱来学英语呢？但是现在的她不仅跻身演艺圈，更是成功拿下了迪奥的代言。当时就有网友分享了一段12秒的视频，内容是赵丽颖为 Dior 拍摄的宣传短片，从她开口说的第一个英文字母起到视频结束，整整12秒钟，她的口音实在是令人尴尬不已，英文发音简直就是蹩脚至极，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股难以形容的尴尬气氛。网友纷纷留言，赵丽颖的英文真是糟糕透顶，别再喷赵丽颖了，她的眼神已经流露出了不自信。仔细看看赵丽颖的嘴巴动作，小赵啊，你得重新学习一下新概念英语啦。赵丽颖的中式英语我都无话可说了，这水平能通过4级考试吗？虽然这些言论可能会令赵丽颖的粉丝感到不满，但这位网友的话确实没错，现在的赵丽颖有钱也有时间了，不知道会不会去学习一下英语呢？或许还有挺进好莱坞的机会呢。杨颖的英文虽然也不是很好，还经常带着一股普通话的味儿，但是日常交流还是没问题的。当时杨颖凭借参加热门真人秀《奔跑吧兄弟》火遍大江南北，然而她的演技却一直都是网友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不少观众认为杨颖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无可挑剔，而在影视作品中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除此之外，她的歌唱事业也没能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但是杨颖曾经在香港等地生活过很长时间，因此她的英语水平非常出色，还是值得夸一夸的。当时他们拍节目，杨颖就去了维也纳，而且还大秀了一把英语。在这次节目中，杨颖与邓超共同用流利的英文进行了一场精彩的演讲，这无疑成为了节目的一大亮点。他们的视频片段在网上迅速传播开来，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热烈讨论，尤其是关于杨颖的英语水平，更是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部分网友对杨颖的英语水平赞不绝口，称她能够轻松驾驭各种复杂的英语词汇，这充分证明了她作为混血儿的语言天赋。然而，另一部分网友则认为杨颖的英语水平并没有那么出众，甚至有些生硬，英文单词像是一个个蹦出来的，而且似乎是照着稿子念的，因此不能过分夸大她的英语能力。看了这么说明星讲英文的例子，你觉得谁的英语水平最好呢？